UC0079后，跟钢弹打完，我养着一群的乳牛，从今以后跟我的小孩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为什么要这样形容？作品的生命力、啊。对啊，你是站在一个没有战争的草地上，对，所以旁边应该是牛没错嘛。有一幕啊，对，就是萨克坦克把斗困在里嘛。对啊，你现在在雇牛嘛，对不对？对。如果这个牛不乖往外跑，就刹车机关枪啪，然后它就会变 A5 和牛。在你解说结构以前，我对这台颜色很纳闷。是怎样纳闷？它一开始出来是什么色？它算是很粉的红吧。它从下去的时候都是亮亮的那种。运输机掉下来之前，都是有点粉粉的。啊，它为什么掉下来变？这是什么色？这个是山茶色，不好看。好看啊！我只是疑问它为什么会是这个颜色。既然都先讲颜色了，我们就先讲喷涂吧。喷涂，你这次喷涂做了什么？这次喷涂一样，全部都喷灰底漆，深灰的那种，比较黑的。之后就一样把那个黑色当做是常色，慢慢先叠这个山茶色，开始慢慢的做一些高光印出来。中间这上完之后，我又再加一些白色下去，再打亮一点。那我觉得你拉的有点客气，但是还是看得出来啊，只是说就是稍微保守一点。对，带这个红色，我是打粉红色底。之后再用咖啡色拉一些线，长色的。长完之后阴影对，之后再拿一个正红，因为红色它遮盖力没那么的强，对，所以你可以拿正红就好。都把它盖的差不多之后，再选一个，我就换一个比较偏橘的红。再去把它打亮，再拉一次高光。对，真的很好看，而且它上面有一些很特殊的质感。有我做一些那个铸造感。那怎么做的？就拿那个滤盖啊，就是拿那个可以溶塑胶的那种胶水，就把它涂一涂，然后我们就戳上去。因为这个刚好很密，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比例比较小，如果你拿比较大的牙刷，或是拿比较长的刷子，它那个间隔太大，所以你就会变得不适合。所以因为这比例小，所以我们这个刷子很密，有没有？涂上去就这样搓。不错呢。有个地方很麻烦，它这盾牌其实要无缝，你知道吗？所以你做了什么？我把武器这里就剪掉，用装的，这边就一次把它那个无缝起来，变成就直接这样合起来。这个动力管好像该来出一下要不然这个说是动力管，它就是可动冷战。你看这个感觉会干涉，对，其实没有的。但是这不行啊！这里怎么？这里至少贴个10颗片改套，远远的吧？这个装饰起来有没有？即使你没有换，对这个飞弹你都没有分色呢。因为它就嘣就没了，所以不用分色。因为它是一次性使用，浪费时间分色。对，玩模型做你喜欢的就好。你看，阿志，我看你看到一个东西呢。看什么东西？你在做这个旧画的时候，你是把胶水点到你手上？对啊。怎么会这样子？我看一下，看一下，是太有趣了。就轻轻翻一下，翻一下。对，就是有一点点湿润感。对啊。这是怎样？我要去买点心，变成雷惨。就心不在焉，没看路。为什么心不在焉？因为我的头脑全都是水煎包的画面。你在骑车的时候想着水煎包，之后前面就突然急刹，我也急刹，就跌倒了。为什么我要跟各位讲这个？因为骑车要保持这个安全距离，还有不要想女生。我是想，他就是想水煎包，有没有？是吧？那水煎包那么小所以你就是水煎包想完想不够，又想肉包，然后又想别的，到底要吃哪个包？所以就雷惨了。这个阿志受伤了，很可怜你看还要来继续把这个萨克做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提醒大家骑车要小心。对。好，那继续吧。好。这台真的很细耶，你看他手上这个小小的这个铆钉都把它射出来。那是我做出来的，好不好？你会做铆钉？我会啊。你什么时候会做铆钉？这个它原本零件它是这里是一条分红线。真的吗？之后是开在这个铆钉上面。所以你把铆钉先把它用笔刀切掉，不就白化？对。白化那个位置就是它的那个点，
先拿柯针先刺一个洞，它这比例还蛮小，所以我拿0.3的砖头，要把它钻4个。啊，因为我找不到0.3的铜棒，然后我剪一个框架，拿那个打火机把它烧。烧到软掉的时候就拉长上去，等干之后再剪，差不多剩一点点的时候用磨的，因为铆钉是有点像凸的嘛，就砂纸磨一磨，再拿纱布再把它磨圆这样。你刚刚学了我一句话，找不到0.3的铜棒，明明就一堆0.3的胶棒。你刚才讲铜棒，明明就故意炫技说我会拉，就跟我找不到那个胶条用刻的把它刻出来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布莱达师傅教你的，对啊。只是我那时候拉的时候，看好好玩，就一直拉，我就一直拉。那还有什么？这台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还有像这个啊，很多机械结构。对啊，我拿我们摩多的水性漆去做一下底图，分色。对啊，还有像这个手掌，其实它手掌有2个颜色，我也是看说明书才知道，之后就开始把内构这里都涂黑，也用涂的，要不然这用遮的好累啊。那这台还有什么比较难做的地方？应该就这个吧，眼睛啊。哇，它头可以整个拔下来。可以啊，酷啊！你看这个眼睛像冰室一样，它里面是有颜色的。对啊，所以上面他们没有做那个分件。对啊，所以我这边是用珐琅漆去做擦拭的方式啊，因为这个很小。我都看不到了。我就拿我们的3倍放大镜来做擦拭的动作。哇，难怪擦得这么干净。我真的要到这里我才看得清楚。讲到这个放大镜各位可能没有听过有一种东西叫做浮力品。浮力品是什么意思？我们正常的放大镜呢，它会有一个定价，是一个正常的售价。对。那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瑕疵的，一些 NG 品吗？NG 品。对，我们也就是在我们的品质定义上，虽然它不影响功能使用，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小瑕疵。它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点状的，就是射出不良，很小很小。你实际在对焦的时候，实际在使用这个放大镜的时候，那个小瑕疵完全不影响你使用。就是外观瑕疵。对，外观瑕疵。但是这个外观瑕疵，你在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里有一个小点点，对，你不舒服。但是你在使用又没有差。那我们如果报废的话呢，它将会摊提到其他的良品上。那我们不报废呢，就只能把它卖的便宜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叫做福利品。那大家要记住，福利品呢，我们就准备2个福利品给大家看，这是比较严重。那如果最严重都只有这样子，而且不影响你使用，那这个有预算上考量的朋友，你就可以考虑买这个福利品。那它这样可以减少你这个在做模型上这个眼睛肌肉大量使用造成的一个疲劳。不过你用了，比如说半个小时。45分钟，1个小时还是要休息，然后想想水煎包，想想肉包。我们模型节目做久了，我对你雷残的过程还蛮有兴趣的。就是你雷残的时候，先手撑地嘛，对啊，所以这里造成了一个蘸水，对啊，然后后来是插到哪里？这里有插，是这样这样整个撸过去，对嘛，然后脚也有撸过去，周边直的嘛，之后我的摩托车。150的嘛，所以很重，对，它就压到我的脚，对，那之后可能压下去的时候有 K 擦伤，对，所以脚有一些擦伤。它压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叫一声很大，很痛，我就完之后我就用受伤的那只脚就这样子顶起来，用踢的，对，我发现重训有用，我可以把那个100多公斤的东西踢掉，而且是被压住的状态，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战损。是有原因的，是有方向性的，所以这些都要拍起来。你下次这次上课跌倒，你就知道哪些地方要做战损。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那你摩托车不就坏掉了？没有啊，好的，太凶而已。它只是倒地而已啊。那你不是贴膜都坏了？不是坏了，那个就是保护车壳啊。它的功能就是这样啊。哎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饮控不要吃水煎包，因为你想偷吃水煎包，然后怕被教练骂，所以心里面一直挣扎，对，然后心不在焉就跌倒，拜拜。
模型师科比他们家的年菜推出啦！青青餐厅主厨阿发师每年推出的年菜都超级无敌好吃，特别有当家必点招牌料满到爆出来的佛跳墙，还有入口即化的蹄膀卤笋丝，以及超级涮嘴的蒜香猪腱骨等年菜。有兴趣的朋友请参考下方资讯栏，数量有限，赶快打电话给青青餐厅，与家人朋友一起享受丰盛的年菜，共同制造美好回忆。新年快乐啦！